国士兵在北朝鲜当人质，第一天就差点吓尿，空手砸木桩，越人头碎瓦片，徒手劈砖砸头，铁腿功、铁砂掌，空手破灯。这种视觉冲击极大的超高强度抗击打训练，给这个柔弱的南韩士兵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。但还没来得及适应，突然长官宣布，今天要学习他们最传统的训练项目之一——胸口碎大石。现在先找一位新兵体验一下。最近新来的只有小朴一人，他浑身颤抖的就过去了，但一看旁边石头那么大，硬上就是死啊！于是想到一个办法。 사랑하는 온 나라 인민들과 용명한 인민군 장병들, 형제 동포 여러분, 오늘 우리 모두는 근면하고 보람찬 노동으로 这里小朴背诵的正是他们无比敬爱的大将军的语录，长官顿时感动的不行，叫上大家给他鼓掌。 그래, 이제 깨라. 희망 전세를 맞으면서 알았으니까니 어서 깨라. 저 다치면 어떻게 됩니까? 다치면 된장 바르면 되지. 见彻底逃不过，小朴只能抱着必死的决心上了。眼见到了关键时刻，还好有熟人，政委借口新兵身体不好，最后把他派去了农场。这正好跟小朴专业对口了，他家之前就是开农场的。另一边，在韩国军营的朝鲜兵荣浩也遇到了麻烦。这一天，他正在喝水，突然碰到老兵在霸凌新兵，让新兵给他们擦臭皮鞋，这是韩国军营的传统。新兵自认倒霉，可谁想荣浩过去一把将鞋抢过，擦皮鞋嘛，这个他在行，朝鲜军营里天天都要干。于是荣浩的高光时刻来了。 可能因为朝鲜物资太过匮乏，他们将擦皮鞋看为是一种十分神圣的行为。荣浩擦的那叫一个投入起劲，仿佛在对待自己的恋人，但干擦肯定是不行。中间抖落几下，然后上下前后左右8个方位都得照顾到。荣浩不理会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中，给战友看的都有点害怕了。 隔着屏幕我都感觉能闻见味儿了，但别说，效果是真的好。但荣浩出圈的不止这事儿。这一天他们小队被派去排雷，结果还没走几步，一人就中了招。队长赶紧让他们停下，其他新兵听见后吓坏了，迅速散开。可这里没有排爆兵，只能派人去通报。但荣浩知道等人来就晚了，而他对这种雷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就是他们埋的。他迅速上前将地雷旁边的土拨开。 이건 우리가 심어놓은 아니고 북한이 심어놓은 목함지레입니다. 탈상 반경은 3m, 5m 정도. 这种反步兵雷，只要抬起腿就会爆炸。现在只能把保险销取下引爆。荣浩用自己替换室友，然后拔下插销。危机成功解除，这次意外让荣浩成为了新兵里的英雄。可树大招风，排长听闻了荣浩的事迹，特地赶来要亲眼见见这个传奇新兵。来的时候，荣浩正在大口炫饭，看到如此豪迈的吃相，还以为家境十分贫苦，于是便问他是从哪儿来的。 其实来当人之前，他们准备过这个问题，可因为太过突然，荣浩一时间给忘了，于是就胡诌了一个，说自己是从汉堡来的。汉堡这个地名只有德国有，加之排长是孙兴民粉丝，于是还以为他是德国含义。一看他为了国家不惜放弃国外那么好的条件，顿时更感动了。于是，一时兴起让他讲几句德语，这下完犊子了。但要么说绝境下能激发人的潜能，荣浩想起了那部自己看了无数遍的德国电影。 나는 한국인입니다. 荣浩也是没想到，但显然在场的没一个懂德语的，这不就能放开鞭了？ 독일 국적을 포기하고 대한민국 국적을 선택한 건 결코 특별한 것이 아닙니다. 조국을 지킬 수 있는 기회는 오직 한 번뿐입니다. 누구나 할 수 없는 최전방 경계입니다. 저는 무엇이든 할 수 있다는 자신감이 생겼습니다. 왜냐고 물으신다면 이렇게 대답하겠습니다. 난 자랑스러운 한국인이라고. 两人这一番精彩的演技和超绝的台词功底，让在场众人顿时感动万分，爱国之情油然而生。排长更是偷偷擦掉眼泪，号令大家为他鼓掌。另一边，小朴也受到了嘉奖。原来因为专业对口，去农场的第一天，他就解决了部队农场最大的难题，因为环境不好，动物们不生孩子了。小朴一听这简单啊，他们国家人也不生孩子，除了一个地方就是夜店。大环境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生育率高低，于是当晚就将农场改造成了夜店。 잘 자라.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，别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波幅长，左边右边摇摇头。
两个食指像两个断条，像闪耀的灯球。一晚过后，小孩一进农舍就听见了小鸡叫声，这法子这么灵验吗？一掀帘子惊呆了。不只是鸡，其他动物生育率也急速飙升，鸭蛋下了几百个，旁边公鸭子都累瘫了。这稀奇的事件立马传到了上级耳朵里，他们的食物问题解决了，这给班长激动的一把将小朴捞到怀里。这种人才怎么现在才出现啊？早出现，朝鲜士兵也不至于饿肚子了。于是立马就要提拔小朴到平壤的干部培训学校，这给一旁的同伙吓坏了，这样迟早露馅。于是三人为了拖延时间，将卡车的零件都给拆了。结果下一秒，既然逃不掉，那就坦然接受吧。这俩人也没想到，自己竟都在敌方阵营建功立业了。眼看离平壤越来越近，小朴死的心都有了。关键时刻，广播站的女广播员将之拦下，以上面要拍农业教学视频，将去平壤的时间推迟了。这给小朴激动坏了，女生来救自己了。顺带说一句，小朴来的第一天就对女广播员一见钟情了，因为长得跟彩票背后的美女几乎一模一样。而两人在交流时，小朴意外得知，这个美女就是当时跟他在边境线经常斗嘴的女广播员。这下羁绊更深了。小朴十分配合地拍了视频，两人也在这几日相处中感情逐渐升温，甚至还一起广播。 오늘 아침 우리 농장에서는 닭이 알을 645개를 낳았답니다. 이러한 교배 전투의 성공적인 비법이 뭡니까? 사랑이지요. 사랑이구만요. 但这也被交换到韩国的荣浩听见了，荣浩惊呆了。而小朴收拾东西，意外发现女孩竟然是荣浩的妹妹。现在该来看看小金情况了。为保险起见，小金专门坐的火车，他一路谨记少长教导，不要跟任何人对视。但因为害怕会弄丢彩票，所以手一直在那反复确认。结果这让周围的女性都将他当成了变态，一人还将其拍下来上传到了网上。这已经发布不得了了，因为穿的军装，帖子瞬间爆火，更有超多热心市民将小金一路上的行程全都放了出来。谁说生活中没有观众的？而因为小金不停的在确认彩票，更加坐实了他的变态身份。小金几乎被全程直播。终于到农行了，按韩国税法要交30%的税，但门口会有些洗钱的，能将税缩减到20%，但这都是骗子。于是小金赶紧跑了。根据少长所交代，一进大厅就去找保安，然后乘坐对讲者专用电梯，任务差不多就结束了。可这保安也是冲浪的网友，上去就要抓人，这给小金直接吓走了。与此同时，因为小金的事儿太过火爆，冲上了热搜第一，这让爱上网的少长也看到了，得知小金没领成奖还乱跑，赶忙打去电话，不料手机在逃跑途中弄丢了，这让小金十分头疼。而这事儿还没解决，少长就收到了北边来的电报，出大事了，小朴的身份被发现了。小朴喜欢的女广播员允熙，有位长官也看上了她，但允熙咋可能同意这猥琐男？不仅直接拒了，还给其一顿胖揍，这让长官面上挂不住。可偏偏前来拯救女神的小朴正好被对方看见了，猥琐男越想越气，将小朴的档案翻了出来，结果发现了其中的漏洞，于是他决定报复。猥琐男将小朴叫来问话，因为预先没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，小朴根本回答不出来。猥琐男又掏出手枪威胁，眼看就要被定为奸细，允熙及时赶到，但他也是被叫来的，因为男人发现很久没见到他哥哥荣浩的身影了，怀疑荣浩逃到了南方，随后继续持枪逼问小朴。眼看小朴绷不住要说出身份，允熙计上心头，化身女战士，拉着小朴就是一顿揍，这给猥琐男都整不会了，这女人这么猛吗？这时猥琐男掏出枪，允熙赶紧一把抢过。猥琐男将墙撞了个大洞，晕了过去。这时政委终于赶到，见东窗事发，让允熙尽快将小朴送回南边。随后掏出洞里的电报机，跟南边的江少长取得联系，通知其计划有变。走之前，小孩还将自己的手帕送给了小朴，这是他来这边的第一个朋友。随后又把他们共同救助的小野猪交给小朴，让他放生。划重点，这猪是个伏笔。至于那个猥琐的军官，政委跟其来了场组装枪械游戏，谁赢谁有生杀权。可眼看就要胜出，对面出了老千。北边出现的意外情况让少长不得不尽快联系到小金，还好他太过火爆，随便在网上一查就获得了全部行踪。可越看越不对劲，这货咋逛起街来了？下午3点48分，在光华门买了根香肠，4点01去彩票店买了张彩票，接下来去吃了炸鸡，拉丝芝士热狗，买了杯奶茶，还逛了公园，最后5点在一家面馆点了碗招牌拉面。小金嗦面嗦得正香，突然老板接到个电话， 누구요? 변태군바리 씨? 손님 중에 변태군바리 씨 계십니까? 변태군바리 씨. 전화 왔어요. 받아보세요. 오세요. 小金一接到电话就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于是又被赶了出去。截止到现在，钱还没取成。就在他无计可施之时，一个男人找到了他。到了晚上，小朴总算成功逃到了缓冲区，其他人也早到了。允熙一见哥哥，赶忙上去关心。小朴一看，立刻搞事儿。
荣浩算明白了，家里的白菜要被猪拱了。 하나밖에 없는데 여동생한테 숫자를 걸어? 이 종갓날 새끼 한번 말해보라. 어떤 숫자 꾸려는지 한번 말해보라! 오라버니 왜 이래요? 그런 거 아니라고 얘기했잖아. 형? 내가 왜 네 형이네? 한 살 많으면 형이지. 그럼 매형이라고 불러? 매형? 越想越气，交换个人质，把妹子还搭上了。眼见越吵越凶，允熙第二人格再度被激发。 정작 당사자는 가만히 있는데 둘이서 뭐 하는 겁니까? 좋든 싫든 내 맘이지 내가 뭐 장난감이야요? 总算是不吵了，这时小金总算是回来了，还提了一大兜子钱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看着那崭新的美金，大伙两眼放光，而小金则是自豪感满满。要知道他为了这吃了多少苦。当时他被那男人带到了车上，旁边有个虎视眈眈的富婆，原来这伙人是放高利贷的。见小金人帅还老实，富婆提出想尽快看货，于是小金开始掏彩票。 뭐 하는 거야? 물건을 보고 싶다고 하셔서. 누가 네 물건 보고 싶댔어? 물건 진짜 물건. 뭐가 진짜? 왜 이래? 就算是见多识广的富婆也被吓了一跳，没见过这么耍流氓的。小金也委屈坏了，谁让他们少长把东西缝在了内裤上？眼见半天解释不清，直接崩溃了。 여기다가 자크를 달아놔가지고 가면 제가 화장실 가서 볼일 볼 때마다 진짜 얼마나 긴장했는지 아세요? 이거 혹시 젖으면 어떡하지? 혹시 노래 더 은행에서 돈을 안 준다고 하면 그럼 안 되거든요. 이 돈이 그냥 돈이 아니라. 아니 삼겹살 포장 휴가를 주면 뭐하냐고요? 내가 지금 서울 와서. 眼看这当兵小伙疯了，富婆都不敢大声说话。 됐어. 아니 제가 보여드릴게요. 好在罪没白受，钱还是拿回来了，还少给了10%的税。众人赶紧就要分钱，可突然一位不速之客来了。那名猥琐的军官跟踪到了这里，眼见竟然有一兜子美金，就想将几人灭口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找孩子的野猪跟随戚卫来了。可这野猪是个近视眼，他将钱袋看成了自己的孩子，于是一个全力冲刺，叼着钱袋就跑了。猥琐军官一看到嘴的鸭子飞了，脑子一热就跟了出去，完全忘了朝韩两国中间是一片雷区。于是，在一串火光带闪电中，和灰太狼有了一样的结局。导演在这儿做了个艺术化的处理，将炮火替换成了烟花，暗示这是个大团圆结局。国内众人脱离了危险，可好不容易得来的3000万美金全被野猪带走了，这让众人很是沮丧。大家回想这一路的跌宕起伏，感觉如同做梦般，果然还是没这命啊！可突然小金大喊。 야, 너 지금 뭐 하는 거야? 아닙니다, 박 병장님. 그런 거 아닙니다. 장관날 새끼! 손 빼! 김만철 손 빼! 뺄 거예요. 但掏出一看，竟然是一沓现金。他又让胖子帮忙解开袖子，里面藏的更多。原来那个包因为放不下，他就将自己分的那份给藏了起来。起初本来不想拿出来，但看不得大家失望，就决定牺牲自我。这下算下来，每人分到的也不少，这一趟总算没白忙活。 此次乐透大作战计划就告一段落，双方拥抱告别。这次经历让他们发现，对面兄弟完全不像刻板印象中的那样，还是能友好相处的。但这次最意难平的还是小朴的意外心动。虽说双方都各自清醒，但两个国家的局面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，所以只能将这段感情深深的埋在心中，期待未来有天奇迹能够发生。但他们也不是完全失去了联系，双方隔着缓冲区利用广播还可以交流，算是唯一的寄托。乐透大作战又名645彩票，是2022年韩国上映的一部反战喜剧片，用一张飘过分界线的彩票和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，撕开了朝韩对峙冰冷外壳下最无法割裂的血脉连结。国境线划开了土地，铁丝网隔开了朝夕，可两边的人说着同一种语言，共享同一段民族过往，本是同根同源的一家人。影片用无厘头喜剧消解战争与对峙的沉重，没有激昂的说教，直接小人物道出真相。所谓隔阂，从来不是刻在血脉里的矛盾，而是长久对峙催生的猜忌与防备。起初士兵们隔着喇叭互对，为彩票斤斤计较，后面却会主动分享食物，互相解围，短暂抛开阵营立场，甚至共享财富。这恰恰证明了民族共情从来不会被铁丝网隔绝，和平才是人类最永恒的期望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别帮忙点赞推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